普京权力震荡，核心大将公开反对俄乌战争。俄特战精锐惨遭围剿，扎波罗热遭精准空袭。赫尔松精准空袭重创俄军指挥核心，乌军夺回苏梅关键村庄。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炸穿俄心脏。俄最大炼油厂瘫痪1个月。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前夕风云骤变，特朗普拟邀泽连斯基破局。10万女兵逆袭战场，法学博士指挥官视作乌首位女防长。摩尔多瓦，俄罗斯的下一个潜在目标。亚塞拜然反击局势，重击普京扩张野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面临来自核心将领的公开反对，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外媒报道显示，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呼吁立即结束俄乌战争，并开启和平谈判，称这场冲突自始极为错误。科扎克还曾试图劝阻普京发动进攻，并推动俄罗斯内部改革，包括加强对安全部门的控制及打造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尽管其改革主张收效有限，但作为普京身边极具影响力的盟友，科扎克的立场不容忽视。有报道称，科扎克因在俄乌战争立场上的分歧已逐渐被边缘化。克里姆林宫尚未对此作出正式回应，但此消息释放出西方对俄未来权力变动及加速战争结束的期待。普京计划于8月15日前往美国阿拉斯加与总统特朗普会晤，外界普遍对能否达成停火持悲观态度。欧洲及乌克兰方面则坚决表示，任何缺乏基辅参与的和平进程都不可接受。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也重申，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特朗普曾高调威胁对俄实施最严厉制裁，并设定了所谓12天最后期限，但俄方最终收到的是出席峰会的邀请。俄方停火条件仍坚持占领乌东4州及克里米亚，并要求乌军先行撤出顿巴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ISW 分析称，一旦乌克兰撤军，俄军将把目标瞄准哈尔科夫。此外，莫斯科近期再度传出顶级富豪神秘死亡事件。俄罗斯建筑巨头萨莫洛特公司创始人米哈伊尔·科林意外暴毙，他被认为是俄前防长绍伊古的亲密伙伴。虽然绍伊古否认两人关系密切，但外界质疑声不断。相关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克里姆林宫后续表态值得关注。再来关注下乌克兰战场上的消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况近日出现重大进展，乌军成功粉碎了俄军特种部队的多轮渗透企图。2周前，俄军从谢利多沃方向出动3支突击小组，总计约150名格鲁乌特战人员，分3路向波克罗夫斯克发起秘密推进。他们披着伪装斗篷，利用临时掩体隐蔽，依靠无人机空投补给，在14天里艰难推进约8公里，平均每天仅前进600米。然而，密集的乌军无人机侦察与打击网迅速锁定了他们的行踪，约120人在途中遭到无人机和炮火歼灭，剩余约30人抵达波克罗夫斯克郊区的沙涅村，并短暂占据民宅，拍摄视频宣称胜利。但乌军随即出动苏27战机、武装无人机和炮兵实施立体围剿，配合 GBU-62 精确制导航空炸弹，对俄军据点形成多轮爆炸打击，最终将其全部消灭。据前线消息，未能突破防线的其余俄军残余部多数已被清除，少数选择投降。尽管俄方此前宣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取得重大进展，但事实表明
他们在当地的攻势不仅未能奏效，还损失了大量精锐兵力。有军事情报指出，俄军近期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调集了近10万名士兵，显示该地区战事依旧焦灼，俄方距离实现战略突破仍有很大差距。另外，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已推进至卡缅斯克附近，正筹备发动新一轮攻势。尽管俄军试图在科梅舒瓦斯一带发起反击，但遭到乌军坚决抵抗，未能取得突破。面对俄方誓言全面控制扎波罗热的强硬表态，实际战场压力却不断加剧，乌军稳步蚕食敌方防线，局势日益紧张。视频显示，一枚 GBU-62 炸弹袭击了被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州一处营区，这座建筑原本属于乌克兰平民，现被俄军占用，空袭导致该建筑被彻底摧毁。赫尔松战区同样传来捷报，乌克兰空军在奥列什基地区精准投掷3枚 JDAM-12 制导炸弹，直接命中俄军营级指挥所，致使25名俄军官兵阵亡，11人重伤，核心指挥人员损失严重。卫星图像显示，掩体屋顶出现3个大洞，4辆 BT-82A 装甲车被摧毁。乌军表示，此举为即将到来的秋季渡河作战拔除钉子，极大削弱了对岸俄军战斗力。同战区，乌军苏27战机使用 GBU-62 精确炸弹，摧毁了皮什察内俄军突击小组集结地，成功阻断敌方渗透行动。与此同时，北部库尔斯克至苏梅边境传来喜讯，乌军第33独立突击团与第24独立突击营协同作战，历经数日激烈交火，以仅5人伤亡代价击退并清除驻扎别扎列夫卡村的俄军，致使敌方44人伤亡。该村为苏梅边境重要关口，收复标志着2025年夏季俄军入侵苏梅行动基本终结。此前，俄军北方集团司令拉平撤换后，由尼基弗罗夫接任新的司令，尚未稳固阵脚，便遭遇乌军强势反击。另外，乌克兰第225独立突击团在苏梅州斯特普内和新科斯特扬季尼夫卡等定居点成功驱逐俄军，稳固了乌克兰国境线的防御。第225突击团并非普通部队，其前身为领土防御营，经过多场关键战役的锤炼，战斗力持续提升。该团配备德国黄鼠狼步兵车和美国 M2A2 步兵战车等先进装备，为战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硬体支持。在激烈战斗中，士兵们还缴获了一门极为罕见的朝鲜制造的 M1982 型140毫米迫击炮。这款迫击炮被认为是俄军中最强大的野战迫击武器之一，且据称由朝鲜提供俄罗斯使用。此次缴获彰显了第225突击团在战场上的卓越战果和精湛作战能力。在防空战线上，乌克兰防空部队表现尤为突出。在一次大规模俄军空袭中，乌军成功拦截一枚巡航导弹和31架无人机，极大削弱了俄军攻势。乌军雷达系统迅速侦测来袭目标，防空导弹精准命中巡航导弹，使其空中爆炸。对大量低空机动无人机，则结合电子干扰与高射炮密集火力，织成严密防线，逐一击落敌机。这次防空胜利不仅有效保护了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确保后方稳定，也极大提振了军民士气。反观俄军，此次行动暴露出无人机抗干扰能力不足及对乌军防空系统低估等问题，攻势效果明显受限。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的超远程打击持续升级。开源情报防御者消息显示，日前，乌克兰情报局无人机袭击了俄夏诺夫格罗德州的奥尔扎马斯仪器制造厂，俄军工体系的核心企业之一。更早前的8月8日，乌军空袭罗斯托夫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其燃料仓库严重受损。据悉，乌军无人机于昨夜突袭夏诺夫哥罗德，重创阿尔扎马斯工厂。该厂是俄罗斯重要的国防制造商，
长期生产苏30米格29战斗机以及 S-400防空系统的关键零部件。现场视频显示，厂区上空升起浓烟并伴有大火，随后发生剧烈2次爆炸，破坏程度预计不小。能源方面，乌军近期频频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8月10日夜间，乌军第14军团无人机袭击了萨拉托夫炼油厂，这一年产720万吨、占俄全国炼油能力2%的关键设施陷入熊熊大火，爆炸声持续整个夜晚。当地居民拍下视频上传社交媒体，有人甚至配上了嘲讽表情包。近日，乌军还对俄罗斯乌拉尔山西部科米地区发动空袭。8月10日下午，科米乌赫塔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后，一座炼油厂遭到袭击并发生大火，消防队正在紧急扑救。此地距乌克兰超过1800公里，成为乌军迄今最远程的打击之一。另外，俄罗斯石油公司最大炼油厂梁赞炼油厂在2周前遭无人机袭击，3个主要加工装置中有2个受损，产能削减约一半，维修预计耗时1个月。这座年产1370万吨的炼油厂是莫斯科地区的主要燃料供应来源。与此同时，萨马拉州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也被迫关闭主长压塔 AVT-11， 该厂年产能830万吨，是当地技术最先进的炼油设施之一。炼油能力骤减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原油库存过剩，俄方计划将西部港口的原油出口量从每日177万桶提高至200万桶，以缓解压力并维持出口收入。在财政支持方面，欧盟近日宣布，从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中获得的第3笔收益16亿欧元，约19亿美元中，95% 将通过乌克兰贷款合作机制 ULCM 用于偿还乌克兰贷款，5% 进入公积金。这笔资金来自 G7 推动的特别收入加速 ERA 机制，总规模约500亿美元，将以冻结俄资产的收益偿还。自2022年冲突升级以来， G7 已冻结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欧盟贡献181亿欧元，美国提供相当额度，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分担其余部分。ERA 计划预计在2027年底前完成拨付，为乌克兰防务与战后重建提供资金。今年7月，乌总理什米哈尔称，乌方已从被冻结的俄资产中获得超185亿美元，成为其维持财政稳定和偿债的重要资金来源。2025年8月15日，备受瞩目的美俄元首峰会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原本被称为双普会的双边会谈，因欧洲多国的强烈反对而变得扑朔迷离。白宫甚至传出消息，特朗普正考虑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入谈判。这一决定不仅打破了俄罗斯对泽连斯基合法性的否定，也可能让会谈的走向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在公开声明中提到，会谈将讨论领土交换议题，被外界解读为让乌克兰用领土换和平。此言一出，引发英、法、德、意、波兰、芬兰及乌克兰7国在伦敦紧急会晤，并明确表示，任何排除乌克兰的停火协议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国家担忧美国绕过欧洲与俄罗斯直接谈判，会削弱北约的团结与威信。外界认为，若特朗普邀请泽连斯基参会，势必令普京不悦，因为这等于间接承认乌克兰政府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俄军加大了在战场上的攻势，试图在会谈前巩固战场优势。据俄方称，近期已摧毁乌军上千架无人机及多批导弹，并击落包括苏27在内的战机。对俄罗斯而言，这场峰会更像是一场外交表演，目标是拖过特朗普的制裁最后通牒，借谈判向乌欧施压，并维持既定战争目标，迫使乌军撤出东部剩余阵地。普京的长期执政经验让他深知，在战场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前，谈判也能成为战略工具。欧洲方面则担心，一旦对俄武力夺地的行为默认，会为未来的侵略开绿灯。北欧波罗的海8国集团也明确表示，不能在无视乌克兰立场的情况下推进和平协议。
德国总理默茨已召集美、乌及欧盟多国领导人在峰会前统一立场。北约秘书长重申，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在峰会前夕强硬表态，乌克兰绝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任何排除乌克兰利益的和平方案都是死方案。这既是为稳固国内舆论支持，也是向美俄及欧盟施压，防止在谈判中被边缘化。欧洲在这一立场上与乌克兰保持一致，将此作为外交筹码对抗俄方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再次重申法律底线，坚守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这一国际法律文件。该备忘录是乌克兰于1994年依约销毁全部核武器后，由美俄英三国承诺保障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际承诺。乌克兰全面履约，完成核武器销毁，但俄罗斯自2014年起多次撕毁协议，先后吞并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2022年更全面发动战争。美英虽提供援助，却未能履行足够保护义务。与此同时，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美俄8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领导人会晤，实则是俄罗斯试图挑拨美欧关系、逃避制裁的政治操作，非真正和平努力。俄罗斯借此峰会成功缓解部分制裁压力，试图借助特朗普影响力施压欧洲，谋求实现其军事无法达成的战略目标。若特朗普支持此举，而乌克兰与欧洲反对，恐将引发美欧关系紧张。乌克兰国防部长施梅加尔近日透露，乌军现有约10万名女兵服役，占总兵力的 10%。这些女性士兵在无人机操作等高技术领域表现尤为出色，甚至超过部分男性战友。回顾历史，直到2018年，乌克兰武装部队才正式允许女性参军。而在此之前，自2014年顿巴斯冲突爆发后，许多女性已以厨师和清洁工等身份坚守前线。如今，约有5500名女兵自愿赴前线作战，展现了女性在国防中的重要角色。尽管部分指挥官仍持前线不适合女性的传统观点，乌克兰女兵们用实际行动打破偏见，赢得了战友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女权组织也积极推动加强对女性军人的保护，尤其是在防止性骚扰方面出台更严格的法规。正如一些军事专家所言，战争加速了科技和女性的解放，许多女兵凭借灵巧的手指操控无人机，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杀手。其中，奥尔哈比哈尔的故事尤为感人。他是一名法学博士，曾在基辅律所工作。战争爆发当晚，他和家人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18岁的弟弟决心留下保卫国家。次日，奥尔哈和家人一同排队报名参军。经历巴赫穆特等多次激烈战斗后，奥尔哈成为被战友称为女巫的炮兵指挥官。他曾在巴赫穆特坚守5个月，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自由的珍贵。如今，他立志成为乌克兰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部长，展现出女性在国家未来中的重要领导潜力。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除了无数英勇牺牲和奋战的男女军人，依然有温馨的故事传递人性光辉。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43训练中心的猎人博格丹和博格达娜，经历7年相识，近日在训练基地订婚。他们即将完成训练，携手走向未来，彼此许下永不分离的承诺。博格丹深情地说，我想与你一起走过的不只是训练场的障碍赛，更是整个人生，因为最坚固的防弹衣是爱。这份浪漫和坚定令无数人感动，也为这场战火中的故事注入温暖。2025年8月11日，俄罗斯对摩尔多瓦发出严厉警告。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直言，摩尔多瓦若加入北约，将导致其主权丧失。绍伊古指责基辛德乌政权无视乌克兰负面榜样，仍坚持加入北约，暗示俄罗斯将不惜发动战争，剥夺摩尔多瓦主权，以阻止其北约成员身份的实现。这番威胁与俄罗斯2014年进攻乌克兰时的理由如出一辙，均是以阻止邻国加入北约为由。
尤其是俄罗斯在德佐沿岸持续加强军事部署，密切监视摩尔多瓦，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俄罗斯的战略蓝图曾设想占领乌克兰东部4州，并延伸至敖德萨，借此与德佐地区连接，最终进军摩尔多瓦。近期，美俄在阿拉斯加的领导人会晤被外界解读为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事实认可，等同于对俄罗斯战争行为的纵容与奖励，极大刺激了俄方扩张野心。绍伊古还警告称，波罗的海3国、亚塞拜然以及中亚国家同样面临类似威胁。俄罗斯不断扩大其军事目标，试图将所占领的区域视为俄罗斯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有效遏制冲突，反而为战争升级提供了空间。面对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欧洲各国表态不会坐视不理。俄罗斯以武力威胁邻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注定会遭遇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击。如今，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正是自食其果。8月11日，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签署命令，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并公开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这一举动标志着这位高加索地区最大、军力最强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显著转变，也直接挑战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地区霸权企图。作为曾向乌克兰提供过无人机和装甲车的军事援助国家，亚塞拜然此前保持不向冲突双方提供致命武器的谨慎态度。然而，随着俄罗斯对亚塞拜然在乌克兰相关利益设施的频繁攻击，以及两国边境紧张局势升级，阿里耶夫政府态度趋于强硬。近期，俄罗斯轰炸了乌克兰境内多个与亚塞拜然有关的天然气和能源设施，导致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对此，亚塞拜然驱逐俄罗斯特使，边境增兵，并通过官方媒体释放强硬信号。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阿利耶夫多次通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讨论深化双边能源合作。亚塞拜然自2022年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能源设备和基础设施支持。此次拨款及解除武器禁运的可能性，将为乌克兰注入更强劲的支持力量。这一系列动作不仅凸显亚塞拜然在高加索地区作为区域强权的地位，也表明普京在企图恢复帝俄与苏联荣耀的道路上，遭遇了来自高加索乃至东欧的新一轮坚决抵抗。亚塞拜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合作紧密，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自主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